前面就是一线天。何大人可放心领队前往，此处绝无埋伏。吴三桂诡计多端，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副将听令，末将在。主营人马随我先过一线天，若有埋伏，压降人马立即撤回长沙待命。何大人，还是小将前去探路，何大人在后压队。不行，试探吴三桂还得我亲自来，不要多说了。传令吧。是。卑职愿随何大人一同前往探查。多你一双眼睛对我有用，随我前行。走。杨将军呢？杨将军委同何令嘉已过一线天。何令嘉已过一线天。杨将军还说，通知王爷不要惊动何令嘉。何时动手呢？他挥动黄旗为号。明白了，走。看来确无埋伏。壮士，传令下去，让压降人马速速通过一线天。是。这。大队人马前往衡州，出发，快！住！众将官听令，何大人下令，让全军速速通过一线天，出发！快跟上！大哥，他们过来了。反炮，快，反炮！
王爷，你看，打开。怎么搞的？何令家，就是何令家呀！马大人请过目。啊哈哈！有了这100万银两的家当，这监国皇帝的宝座，非咱贵王殿下莫属了。哎呀，何大人呐，你这次呀是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啊！只要本大人给你笔下生花，何大人这次封王封侯的盼头就都有了。马大人过奖了。过奖？非也非也，就是怎么奖励何大人都不为过，只要本大人给你笔下生花。这是史可法大人和举国抗清复明的仁人志士们用头颅换来的匡扶大明的军饷。何令家受制于奸逆，对史大人见死不救，罪该万死。笑话笑话！你我给大明立下了天大的功劳，怎么能是罪该万死呢？只要本大人给你笔下生花。禀大人，燕国所有船只有1半以上要尽快维修，方能起航。带我查看。是。军务在身，不便久留，大人见谅。哎，这何令家，你都做了两省总督了，连钦差大臣都不会接待。我说你这两省总督啊，是怎么当上的？笑话！都督，何令家他把那点孝敬送到房中了吗？禀都督，姓何的不懂事。怎么，那点孝敬送的少？哼，退回去。那还好一点。那总不至一点都没送吧？岂止啊，还口吐狂言，他对大人您还有小的都不敬呢。他敢这样？我敢和您老人家说谎吗？他说这数百万的金银是他带史可法大人上交给贵王殿下的，此刻时局危急，他要你老人家，他要我怎么样？他要你老人家不要忘记不救扬州的大罪，铭记国法难容。他还说，行了，别说了。哼，怪不得呢，我给他几次暗示，我笔下生花，他跟我东拉西扯，指东画西。哼，交接数百万金银的差事，本钦差总不能空着手回朝吧？啊，对，简直是乱了朝廷官场的规矩了。是，去，请宗主爷到我房中说话。是。哼，你还让我别忘了身上的大罪，
我要让你大功变大罪。哼，行，还想喝劳军酒，喝马尿去吧！我不但不让你喝不着劳军酒，我让你尝尝我笔下生花的厉害。卸下来吧。万先生，万先生，好，于老哥，哎，王先生，各位乡亲，你们知道吗？咱史可法史大人在扬州城被攻破之前，用3000人马运出了几百万两的金银军饷啊，全部送到了御厨总督何令家何大人的手里。这何大人啊，硬是在吴三桂的眼皮底下，通过衡山一线天，运到了衡州城。桂王爷啊，有了这批金银军饷，便可招募天下义勇，打出关外，恢复大明的天下。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对，万先生，目前啊，东南各州县到处都贴满了桂王的布告，号召百姓踊跃投军抗击清军。我这会儿来啊，就是要告诉大家，扔掉那些破渔网，掀掉那些破渔棚，我们投军去。对，投军去，投军去，这真是有则国焉呐。对呀。哎，万先生，你刚才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一个好人虽然死了，他的品德和精神仍可造福国家呀。哦，您说的是史可法史大人吧？嗯，那咱们赶紧走吧。有了数百万军饷，自然是有了机会，但是有了机会，并不等于说，非得着急巴巴的去投军抗击清军呢。那你什么意思啊？我是说呀，于老哥，你还得和你的这些难兄难弟们留在珠江岸畔，餐风饮露，顶风斗浪啊！为什么呢？若我的估计不差的话，吴三桂兵败之后，定会进军广州，作为清廷南征的先锋。你们还必须留在珠江岸畔，留意吴三桂的动静，随时向肇庆王府的都师衙门汇报，以利我军判断敌情，谋划策略。哦，我明白了。按先生刚才说的，吴三桂确实要进军广州的话，我们大家还真得留下来，作用会更大。正是如此啊！哎，万先生，我们在这儿倒是打打鱼呀，听听情报什么的。你可是文武双全的大人物啊！不要等到周文王来请你这姜太公喽，你还是赶紧回肇庆去吧。哎，联络暗号知道吗？知道了。半截白竹筒。好，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万先生。哎，啊，回去吧。啊。再见。回去吧。再见。再见了，王先生，后会有期。再见了。再见。看来再过2日便可起航了。明日放晴，尤其最远到明天就不怕水泡了。吴三桂的人马有何动静？乃龟缩衡山，未见动静。
清廷深知这批饷银运到肇庆行宫的后果，绝不会善罢甘休。下令各营将官一定要小心，务必把这批饷银安全送到肇庆。是，总督大人。只是什么？但说无妨。那位王公公不停差手下答应来行辕追讨钦差孝敬的礼金。这些不知亡国之恨、毫无廉耻的阉狗，我真恨不得把他们丢到湘江，喂了乌龟。尤其是那个马吉祥。总督大人，末将还听说，马吉祥是二太妃马娘娘的姑表近亲。大明朝坏就坏在这帮有靠山做坏事的误国奸贼手上。总督大人，总督大人，王府有差中官，快去传召。差官现在何处？在行辕等候大人。看来是催促我军运送军饷的。听差官的话，让末将不解。何事？差官跟我们说，不让我们到王府去了。不再前往肇庆王府，又向何处去？可是与中官先后前来的，还有贵王殿下亲自派来的一位白衣差人。哦，何人？万夫子。万夫子。哼，好，请，快请。大哥，这兵部急令说了些什么？是严加斥责吗？并无一字斥责，只是要我军立即奉命行事，不得再有迟误。这第一，要我军近日会合广州的尼堪孔有德，再与征西大军会合，准备三军联手攻打肇庆。这征西大军已调到东南来了。哼，大西朝的张献忠果真落败而逃啊！那第二呢？如何设法劫夺何令家手中的军饷？以眼下的兵力，我们绝对不是何令家的对手。再说了，我们要抢夺何令家以性命把守的军饷，这可比登天还要难呐！是啊，朝廷虽无一字斥责我军劫饷之误，但我此番若不夺回军饷，恐怕日后朝廷对我就不只是斥责了。可何令家大军已进入衡州地界，我军实在是没有机会再去夺饷了。天时地利与我无异，可得想条退路啊！多尔衮不会给我退路，只有拼死一战。可是，我军已多次败给何令家了。大哥心里可有主张？杨明在，仍在禁卫营中挑选干练之人，潜入衡州城中，仔细打探何令家的动静。是。往酒里投毒？哎，那使不得。哎呦，是啊，那也太损了点儿。只要把压饷的官兵迷得不省人事就行了。行，可上哪让那么多迷药去啊？你放心，以防万一，我已经让亲随们安排好了。只不过原先不是用来对付咱们自己人的。嘿，你可真有远见，佩服。哎呀，只要迷倒了何令家和他的部属，然后让咱们带的人马把这批饷银运回肇庆，到时候给朝廷献上这批军饷的可不是史可法和何令家，
而是我司礼监和你左军都督。哎，宗主爷，这一股脑的全都献出去了，留1成，那9成，还留着反清复明，辅佐咱们王爷做大明的天子啊！宗主爷，你这才留1成啊！行了，你就别争了。等王爷做了大明的天子，你这大国舅还愁没有金银财宝？好吧，你以王爷的名义赐酒，嘿，你到起义军中调兵遣将，就这么定了。真有此事？探马头目十分谨慎，他亲自看到王坤带领着答应和锦衣卫们，押着这车酒朝何令家大营走去以后，方才回来报信，请王爷定夺吧。天助我也！杨明，我军不可再作弊上官，传令3军现申时出发，赶往衡州码头，准备劫夺小船。是。三荣，你速速带领炮队现未时出发，在何令家3军大营对面凹地架炮，驻马步兵将，劫夺相船。是。请。300只木船，数百万两饷银，真不知耗去何大人多少心血啊！在这危难之际，保全这性命东西，真是不易啊！比起以身殉职的史可法大人，我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大人，禀大人，钦差王公公送来3000坛犒劳御酒。王公公人在何处？他派人先来通报，少时就会亲自领人把王爷赏赐的犒劳御酒送到大帐。怎么现在才送来犒劳酒？他们名为奉诏劳军，一到衡州就先索要孝敬。我何令家除了这一身袍服、一匹坐骑，别无长物可以孝敬，所以这劳军之酒嘛，不提它了。这也算他们奉诏交接中做的第1件好事。我嘛，也正好借王爷的赐酒为先生洗尘。也好，我替黎民百姓向何大人敬酒3杯。少时劳军酒一到，即刻分送各营，明日5鼓即刻启程。是。宗主爷，慢着。宗主爷，您受累了，可把本大师给累坏了。小桂子，小桂子，哎，把手壶拿来。那何令家没起什么疑心吧？起什么疑心呢？看见王爷赐的御酒，高兴还来不及呢。不过啊，他的3万官兵可是有名的铁甲何家军，要是喝了那点酒，放不倒他们，咱这3000锦衣卫可不一定能收拾得住啊。您放心，我这次下的药啊下得重，就说是人喝了，就是一头牛喝了，他也得趴在那儿睡半天。宗主爷，来，这边。宗主爷，马都督，奴才已经查清楚了，何大人下令各营申时埋锅造饭，酉时开饭，戌时灭灯就寝，明晨5更天起航。酉时开饭，你们先下去。我那种药，只要1克就会发作。马都督，咱们虚实动手，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能漏掉1箱半龟，那可都是黄金白银呐。宗主爷，您就放心吧。
再给我买上！明日此时，我等就可到达肇庆王府朝见贵王殿下了，也就可和徐张诸公共商抗清大计了。下官早就盼着统领三军，亲斩倪堪、孔有德、吴三桂等贼子的人头，一吐我憋在胸口的闷气，为史阁部扬眉吐气的日子就要到了。一定要将清兵赶出山海关外，重振雄风，匡扶大明。说得好，万先生。听说万先生善吹箫啊，不敢，只是略知一二。来人，去长箫呈送万先生，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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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掩护我吧，走。预备，开炮！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冲啊！谁能解救？怎么了？鸡毛的喊叫的！吴三桂的人马杀过来了，传我的令，令何令家率兵退敌呀！是。哎呀，宗主爷，你糊涂啊！何令家和他的大军全让药给昏倒了，快逃命，快逃命吧！哎，你等等我，我还得换身衣服。哎呀，什么时候了还换衣服？羽林军，再快点儿！进去搜，一个也别放过！搜！这边，快过来，过来，这边来2个。你慢点儿。这路滑。哎呦，这是什么道啊？哎呀，连匹马也没有，我得先歇会儿。这儿。马吉祥这个王八蛋，他跑哪儿去了？他说了，在前面等咱们呢。等着吧。我喘口气儿再说。不行啊，吴三桂的人马过来了，赶快走吧。来，该使劲儿啊！你到底得手了，何大人。这打仗做人都得用心计，啊！我今日扶你，全仗那3000坛犒劳之酒。劳军之酒，正是。你防备得了大清平西王吴三桂，又怎么能防备得了大明朝廷的钦差大臣呢？啊，那
可是你自己朝廷的钦差啊。这真叫家贼难防啊！可惜，可惜，可惜。是啊，哎，可惜呀！其实，何大人您也应该知道，大明朝已是无药可救了。闭嘴！平西伯，何令家最后一次称呼你大明朝的绝名，也不枉先帝临危受命，封你为平西伯。你终究不会侮辱我。知道我何令家是大明朝的一条血性汉子。来人，取一桶水来。去取。慢！我要香水之水。杨明，去上游取来。是。何大人，水来了，请。贵王殿下，臣何令家以贵藩所辖江河之水，涤净杜场，向殿下辞行了。愿上天佑我殿下，北伐奏凯，重振我大明山河。恕臣不能前驱马首了。何大人！
何令嘉大人已经死了。这何令嘉是不识时务啊！禀王爷，尼堪贝勒有火急文书送到，呈上来。是。这是何县何府地界？回王爷，这是江西境内萍乡地界。啊，离肇庆有多远路程？大概还有1200里。传令下去，埋锅做饭。这。大哥，我们下马休息吧。好。慢点，走。大哥，尼堪贝勒的火急文书中有什么紧要军情吗？贝勒文书中说到，唐王朱玉建派出新晋联合的高文通、王德旺，带领数万大军去肇庆营救贵王朱由榔。大哥，那是哪路清军在攻打呀？贝勒文书上报，各路谣传是你我兄弟大军在攻打肇庆。哦，哼，我军明明离肇庆很远，这唐王怎么会以为是我们在攻打肇庆？我也纳闷儿。我怀疑是……大哥怀疑，这高文通和王德旺并非是要攻打我军。哼，朱玉建这位亲王是朱姓亲王中一位智谋远大、心思极深的一位亲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时，只有他不拥戴朱由崧，而且还做好了自立监国皇帝的准备。在朱由崧被捉后，他立即在郑家军的拥戴下自立监国皇帝，还把朱姓24位君王的后代全部囚禁在福州。依我估计，这高文通、王德旺所率大军攻打肇庆，名为牵制我军，其真实意图是……朱玉建要杀掉贵王朱由榔，彻底铲除一个以他争夺大明皇位的强硬对手。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又是活生生的一例。哼，这普天之下都在骂我们兄弟是历史的罪人，可是他们也不想想，想要毁灭大明朝的，还有这一伙皇室宗亲和朝廷的内奸呢。唉，三荣，传我的将令。我大军在萍乡驻扎待命。大哥的意思是，我军暂不回师肇庆？如果我估计不错，不出3日，我们就能得到朱由榔在肇庆被乱军所杀的消息。或许，尼堪贝勒真是多虑了。什么？吴三桂竟有如此厉害的毒枭？回禀殿下，也是何令嘉大意失荆州，班师前夜，他竟然让官兵们畅饮凯旋酒。当时微臣和王公公担心酒后误事，一再在帐中提醒何大人快下令官兵不可酒后误事。谁知何大人说衡州乃自家地界，连那乌贼也不敢前来送死，因此当晚何大人也喝了不少酒。水酒害人，水酒害人呐！乌贼趁我军大醉之际，悄悄地进入衡州，并大放毒香。一时毒香的烟雾，被风吹入响船，吹入各营帐。可怜微臣带去的3000锦衣卫、接饷官兵，连同何大人手中的3万多人马，加起来共计4万多人马，不到1时3刻，全被迷倒。
吴三桂趁机带兵杀入饷船，杀入各营。何大人也被吴三桂乱刀砍死了。当时微臣和王公公过于担心，才不敢贪杯。因此，等吴贼杀来的时候，我们趁机冲出来，经过千辛万苦，才回到了王府，得见两位太妃和王爷、王妃呀，才又得以和各位大人一见呐。王爷殿下，何大人全军覆没，饷银尽数被劫，而吴三桂的大军已攻占衡州，离我肇庆近在咫尺。当此之际，我们应该速速商议御敌之策，万不可沉湎于悲痛之中啊！屈先生，那你有何御敌之策？以微臣愚见，趁招募的义勇士气高昂，殿下应传习粤西、粤东、桂南、桂北。尽力筹措粮饷，打造兵器，请马吉祥、林兴实两位大人抓紧训练义勇，准备与吴贼决战。屈大人，此事万万不可。眼下义勇士气虽然很高，是因为他们听说有饷可领，有粮可吃。如果把失饷的消息传开，就算是他们还有抗清复明的志气，可我们哪来的粮饷来养军练兵？哪来的银两来打造兵器呢？传习各州府县筹措粮饷，那只是官样文章。我大明朝还有可以遵习筹措粮饷的州县府衙吗？无粮无饷，无论多少义军，不是冻死，就是饿死。不冻死饿死，他们赤手空拳，怎么对付清军的铁骑长戈、红衣大炮？吴三桂的大军就在桂王府不远的衡州，快议一个可保周全的退避之计吧。微臣回奏太妃，我贵藩属地云南已陷入孙敏宗等人之手，而何大人之部又已全军覆没。我大明所辖地域，除福建一隅，就只有这粤西、粤东、桂南、桂北这一抔之土。我若退一尺，敌必进一丈，步步退去，更是绝路啊！臣恳请王爷，能以背水一战之雄心，与敌相抗，或尚有反守为攻、峰回路转之日，请王爷圣裁。恳请王爷圣裁，请王爷圣裁。微臣也有本奏。马都督，回奏吧。微臣以为太妃所言极是，眼下贵王府的所在地实在是不堪吴三桂的人马一击。我恳请尽快征集船只，贵王及家眷与大臣移往西江舟船之上，方可和吴贼周旋。吴贼追到吴州，那我君臣又往何处退避？下官在贵州的贵阳出任知府3年，颇知地形。眼下也只有贵州既无清兵，又无反民。我们前往贵州躲避，又可凭借其天然险要，和吴贼周旋。贵州与云南毗邻，若君臣逃往贵州，孙敏宗岂能容我们在贵州立足？到那时，前有孙敏宗阻挡，后有吴三桂追杀。更可怕的是，我堂堂大明贵藩，只知一味逃亡，天下百姓哪里还会有反抗清廷的勇气？这只会寒天下军民的心呐！那倒不见得。哦，愿听高论。全国各地的藩王当中，尚有唐王在举旗抗清，仅我贵王暂作转移，谈何寒了军民的心？这样无耻的话，也只有你这阉狗才讲得出来。放肆！王妃，为奴才做主啊！你要为奴才做主啊，殿下！内宫不可干涉朝政，是太祖遗训。王公公，你就退下吧。太妃，罢了。曲先生，马都督之奏
并不失为救急之策。你立刻带领有司备办船只，准备前往梧州吧。回奏太妃，臣绝不敢奉诏。大胆瞿十四，你为何不奉我的诏令？请太妃息怒，我朝有严训，不仅不容内官干涉朝政，后宫嫔妃也不得干涉朝政。今贵王殿下在座，贵王无诏，臣不敢奉太妃诏命行事。好，说得好，我要让你按王爷的诏令去办。贵王，速速下诏，按马都督之意即刻行事。母妃息怒，瞿先生所奏，正是眼下我贵藩解决困难的良策啊！速速下诏，按马都督意识即刻行事。母妃，请容儿臣与朱先生再议此事。好，看来在我们贵王府没有我们嫔妃说话的余地了。哼！母妃，母妃，哼，还不赶快向两位母妃请罪！殿下，殿下，殿下，王爷，王爷，殿下，殿下，殿下，王爷，王爷，王爷。不对呀，王将军，有什么不对呀？这赵庆成怎么像是座空城啊？黑灯瞎火的，不像有数万人马。王将军，吴三桂确实在城中啊，他把大队人马安排到越城一带，他为了追杀逃去梧州的贵王爷，所以城中不会有太多驻军的。哦，原来是这样。王将军，吴三桂十分狡猾，你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是要小心。飞蛾，你冷吗？一哥，我不冷。来，穿上。穿上。在你们北方，现在已经是冰冻3尺了，南方晚上还是有点寒气。一会儿敢跟哥哥我杀进赵青城吗？敢。这才像我王德旺的妹子。你想啊，这上了战场，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刀剑不长眼睛，自会看到你头上，飞到你身上。记住了，对这帮坏蛋家贼下手一定要狠。传我的命令，过半个时辰，攻城。殿下，殿下，开门呐！殿下，殿下，殿下，我是林兴实，让末将一见。林将军，林将军，哎呀，林将军，你这是干什么呀？赶快去王船护卫王妃和太妃吧。殿下已经闷在屋子里2天多了，喝闷酒生闷气。这儿啊，有我和小璞子呢，你就放心吧。赶快去啊！王公公，殿下的安危，这儿有马都督派的锦衣卫守护着，你放心吧啊！赶快去啊！可瞿大人他们也不愿意离开肇庆上船呐。哎呀，那姓瞿的自己要做留守护卫，谁管得了啊？哎呀，不管他，林大人赶快去，赶快去吧，赶快去呀！王公公，你说我们能把殿下劝上船吗？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我？哎呀，王公公，我知道你是为小璞子好，可是眼下殿下真的已经绝望到了极点，他哪还有心思把小璞子放在心上啊？他心里没有你，可你心里得有他呀。眼下正是殿下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抚慰了他的心，那你可立了大功了。正所谓
疾风知劲草，板荡显忠臣，这件事你办成了，日后我王公公保证你做上6宫之主。哎呀，可是殿下他不肯开门呐。哼，看本公公的。小菩萨，这回可全看你的了，千方百计把殿下劝到船上去，离开肇庆这个倒霉的地方，这样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了。我在门外静候你的佳音啊！哎，王公公，我。殿下，殿下，殿下，啊！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殿下，殿下，殿下，你怎么都变成这个模样了？殿下，娥妹，娥妹，我终于找到你了。娥妹，既然我找到你了，你就别再离开我了。娥妹，娥妹，你生我的气了，该都是四郎哥没用。眼看着能征善战的大将军何令嘉，眼看着20万两黄金，240万两白银，眼看着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上百万的义勇，一夜间全没了，全没了。你知道吗？不，殿下，那不怪你，要怪就怪那些酒和毒香。可那些酒是我送去的呀，是我该死啊！娥妹，我多想替我爹娘报仇，我多想替你报仇，我多想振臂一呼，光复大明天下，可全都没了。眼下，我明知道居士寺张同场他们说的是对的，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不能离开肇庆，那样会寒了天下百姓的心呐。可我又不能不孝，我又不能逆母妃的旨意，不离开肇庆。为什么？为什么上天总是要惩罚我，非要我做一个逃亡保命的藩王，
儿不能当一个堂堂正正的藩王。